利比里亚，一个非洲小国，名头叫得很响，非洲小美国，什么经济啊、政治、国防等等和美国几乎没啥差别，甚至连国旗都恨不得整成美国的模样。你以为它强的不行，实际上吧，它就是美国青春阉割版。别说有钱了，到现在它的首都都没个首都样，一下雨就淹了大半，当地人呢就连买上拖鞋还得分期付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利比里亚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约为1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34万人。利比里亚就是非洲典型的穷国，人均 GDP 只有755美元，总 GDP 更是只有40亿美元。卡塔尔办世界杯花的钱是它的500多倍，而且它不仅经济差，一个工业没有，主要靠农业吃饭的国家吧，结果全国可耕的面积就开发了不到13%，粮食不能自给，每年呢还得花一大笔钱进口粮食，不然就得饿死。国内各项基础设施呢就更别说了，连首都只要一下雨就会被淹没大半，交通直接瘫痪。唯一的解决办法呢就是等水自己慢慢退掉。你很难想象利比里亚其他地方究竟会惨到什么地步。就这么个穷国，结果说自己是非洲小美国，谁信呢？但真要说利比里亚和美国的共同点，那它几乎是全部照搬了美国的所有制度，包括经济、选举等，甚至连国旗都是星条旗，也就是星星的数量不一样。但是结果利比里亚一个比一个严格，两个相隔千里的国家应该八竿子打不着才对，为啥会这样呢？有人可能会说啊，因为美国强啊，向着美国学习，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只不过没学到精髓，玩脱了而已。但实际上吧，之所以会这么像，那是因为利比里亚它可以说是被美国创造出来的，这是咋回事？都知道美国南北战争，这一仗打完呢，美国也就开始了废除奴隶制。本来吧是件好事，但问题是美国一下子多了几十万恢复自由的黑人，而美国吧又不想留着这些黑人来和他们抢岗位，也不想留着他们吃白饭，那该怎么办呢？美国于是一拍脑袋，干脆让这些黑人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直接送回非洲算了。他们不仅专门成立了个组织，还在非洲以充沛的武力从当地土著手中买了一块地，当做是那些遣返黑人的移民区，实际上呢就是殖民地。最搞笑的是，他们还给这个地方呢取了个利比里亚的名字，在拉丁文里呢，它的意思是自由。随着遣返的黑人越来越多，移民区呢也越来越多。1824年，蒙利维亚等8个移民区宣布合并成立联邦。本来吧，日子过得好好的，结果呢，因为英国人不交关税，让利比里亚迫切地想独立。而正好的是，美国那个负责遣返的组织呢，也因为没了经费，只能同意。于是，在1847年，利比里亚正式宣告独立。说实话，一开始利比里亚的日子过得还算可以，虽然独立了，但美国每年给的援助不少。利比里亚还在美国的帮扶下呢，建立了全球最大橡胶园，不出意外，前途是一片光明。然而如今却成了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不得不说，利比里亚模仿美国呢，好的学，坏的他也学，不仅学了各种制度，顺带的连思想也逐渐美式化。那些被遣返的黑人和本地黑人明明都是同一个肤色，按道理说吧，大家应该互相帮扶才对。但事实上，那些被遣返的黑人觉得自己也是在文明社会待过的人，和本地黑人与众不同，自带一股优越感，十分看不起本土黑人。而本土黑人呢，本来就因为美国抢地的事儿呢有点小情绪，结果美国带来的人他以为是同胞，结果压根没把他们当人看。更别说啊，美裔黑人仗着自己的背后站着美国肆意的侵占当地黑人的土地和资源，明明都是黑人，结果美裔黑人呢就像曾经的美国人一样，把当地黑人当奴隶，干着自己曾经干过的苦力活，干最苦的活，拿最少的工资，还没有任何政治权利。虽说当时独立的利比里亚说是共和国，但实际上国家政权只掌握在占人口少数的美裔黑人手中，所以美裔黑人和当地黑人关系一直很紧张。一开始吧，有美国压着还没啥事，但后来美国无暇顾及，不想管这个远在天边的小弟，常年受到压迫的当地黑人忍无可忍，直接发动政变，推翻了维持上百年的美裔黑人政权，结束了压迫。但随之而来的就是长达数十年的内战，超20万人死亡，上百万人流离失所，而利比里亚也在这场战争中被彻底摧毁，至今都一蹶不振。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麻烦各位看官，请你发次小手给俺来点赞关注呗，咱们下期再见。